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钱是女人唯一的真正权利，它可以是她的慰藉，是她的梦想，最终还能成为她的自由。说实话，钱确实是女人穿行于人世间的最大底气，它让女人在面对各种风险时拥有缓冲的余地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窘境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当一个女人拥有自己的财富后，她得到了可以让她活在当下的安全感，她有更多拒绝的勇气，不必依附于他人，也能活得洒脱。然而，令人深思的是，有些女人明知道财务独立的重要性，却依然无法培养出赚钱的能力。她们不断在原地打转，误以为是命运不公，但其实往往只是方向错了。只要稍微调整，女人之间的财务差距其实可以拉近很多。想知道一个女人是否有钱吗？其实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。以下6点便是明显的标志。1、拥有一技之长。有钱的女人通常都有一项过硬的本事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有一技之长，不愁家里无粮。她依靠自己赚钱，拥有价值，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精进，让自己越来越优秀，财富也随之增加。无论这项技艺大或小，高或低，只要有独到之处，就能让他受益。相反，若没有任何技艺或专长，只能依赖劳动力换取报酬，收入低且风险高，终究难以让自己变得富有。2、自信从容。自信是无法装出来的。有钱的女人散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，并不是虚张声势或刻意炫耀。真正有钱的女人不会特意穿名牌或开豪车来证明自己，而是从容自信，因为她的底气来自于她的生活富裕和自我实力。她不用刻意表演给别人看，因为她的生活是过给自己，而不是取悦别人的。经济独立让她能享受生活的美好，拥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。钱并不只是奢侈，它代表了选择的权利。拥有财务独立的女人，面对生活时的底气和笃定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。3、有钱的女人持续充实知识，没钱的女人得过且过。常听人说，你的收入永远不会超过你的认知，这句话点出了赚钱与事业的直接关联。对女人来说，扩展视野，培养独立思考，能让她们发现许多普通人看不到的机会，这些机会往往成为她们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。而一个没钱的女人，常像是井底之蛙，对事情缺乏深度思考，总是得过且过，很难真正赚到大钱。有钱的女人总是通过不断学习，累积知识来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卓越。相反，没钱的女人常忽视知识的重要性，将时间浪费在消遣上。这种差异立见高下。有钱的女人往往以阅读为伴，借由书本弥补不足，积蓄力量，为未来铺设通向成功的道路。人生起点虽各有不同，但是否选择知识积累，是否让阅读成为生活一部分，正是拉开彼此差距的关键。唯有持续充实自我，
才能在奔跑的人生路上遇见最好的自己。4. 有钱的女人懂得顾家。如果你打算成家立业，找到一个会顾家的女人是最好的选择。莎士比亚说过，颜值不重要，年龄不重要，关键是顾家。顾家的女人责任感强，对家庭全心全意，对婚姻忠诚，对生活有爱。正如冰心所说，美好的家庭是幸福和力量的源泉。女人的性格决定了家庭的氛围，什么样的女人就会成就什么样的家庭。有钱的女人懂得细水长流，她会勤俭节约，珍惜生活。相反，有些女人一味追求物质，只想买，导致生活入不敷出，背上沉重的债务压力。有钱的女人懂得智慧地经营家庭，管理财务，因为她明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与财务状况息息相关。顾家不只是责任，更是一种智慧和心境，是一个女人最崇高的情怀。5. 有钱的女人能吃苦耐劳，没钱的女人只会怨天尤人。人生如茶，苦只是短暂的，不会持续一辈子，苦尽总有甘来。这是一种人生的守恒定律，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苦难，但那些真正能够吃苦耐劳的人，往往在坚持中积累经验，最终收获成功。一个能吃苦的女人，拥有在黑暗中坚持走向黎明的耐心，哪怕暂时看不到曙光，也不会轻言放弃。她不惧怕困难，也不害怕低谷，反而从挫折中变得更坚强，提升自己的能力来掌控未来。而那些不能吃苦的女人，一旦遇到困难就选择退缩，遇到挫折便抱怨不已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。这样的性格，别说赚钱了，甚至连自己的人生也会失去光彩。6. 有钱的女人活得有命。很多女人梦想着嫁给有钱人，以此改变平凡的命运。有的女人觉得努力再多也不如嫁个好郎，于是有些人宁愿坐在豪车里哭，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。这样的选择固然现实，但也并非唯一的出路。有些女人选择自己改变命运，她们勤奋学习，拼搏事业，透过自身的努力来拥有富足的人生。这世上每个女人都有不同的命运，有的出生于富裕家庭，似乎天生有好命，有的却一辈子为生活奔波。然而，上天其实是公平的，再好的命运，如果不懂珍惜，缺乏努力，最终也可能走向衰落。而那些起点平凡的女人，只要坚持奋斗，活得坦然，也能成为有好命的女人。荀子说，知者不怨知，命者不怨天。无论你的人生如何，拥有好命就应珍惜，命运多舛也应乐观向上。只要活得积极，心怀希望，就会遇见最美的风景。只要脚踏实地，手中有钱，便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愿你成为那个不用依附谁的光芒，也能为自己的人生保驾护航的女人。愿你的生活幸福，健康平安，一路花开锦绣。杜建军总结的7个富人思维，请朋友们勉励自己培养并成为更好的自己。1.
掌控情绪。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曾受邀在华盛顿大学演讲，当有学生问他们如何成为比上帝还富有的人时，巴菲特回答说，答案很简单，成功与智商无关，关键在于理智。比尔·盖茨也非常赞同，掌控情绪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功。真正成功的人往往都懂得控制情绪。也许你有过类似经历，因一时冲动顶撞无理的客户，结果损失合作机会，或是面对任务尚未开始就先自我抱怨，无形中增加了压力。作家胡弗兰德曾说，世上最能让人功败垂成的就是过度情绪。聪明的人遇事先解决问题，再处理情绪，这不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格局。2. 选择正确的社交圈。在百家讲坛中，主讲人赵玉平曾提出一个问题：鹤立鸡群究竟是鹤难受还是鸡难受？有人认为鹤进入鸡群是一种降维打击，鹤不会难受，鸡才会自卑。但赵老师却指出，鹤立鸡群的结果只有2个，要么被逼得筋疲力竭，要么被同化为鸡。这就好比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社交差异。选择向下社交，或许能获得短暂的优越感，但却也意味着停留在原地。而选择与更高层次的人为伍，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压力重重，但最终受益的必定是自己。正如犹太圣典塔木德所说，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。3. 是工作为创造价值的途径。经济学人曾发表一项调查，发现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工作时间在下降，而精英和富人的工作时间则在增加。超过一半的亿万富翁每周工作超过65个小时。这一现象反映出穷人和富人对工作的不同认知。穷人更关注时间产出比，认为工作只是卖时间，报酬不到位时便选择摸鱼或躺平作为反抗方式。而富人则认为工作的本质在于创造价值，不断在工作中提升自己，最终也获得更多的回报。经济学教授薛兆丰说过，人永远在为自己的履历打工，当你把工作视为事业，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未来加值。4. 理财的智慧。有数据显示，在美国 75% 的彩票中奖者会在不久后破产，许多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就再次陷入困境。原因在于，不懂管理金钱的人终会被金钱抛弃。相同的资产，不同的使用方式，结果截然不同。你用它来学习，便是投资能力；用它来理财，便是创造财富。而如果只是沉溺于享乐，最终只会消耗自己。社会学专家托马斯·斯坦利研究过北美富豪，发现有钱人善于运用金钱。赚钱是一种能力，而如何管理金钱更是一种本事。5. 行动力。作家马迎春在作品《不做金钱的奴隶》中讲过一个故事。兄弟俩同时看到了鞋子的商机，决定各自开办鞋厂。哥哥说干就干，迅速召集师傅、工人，购置机器和原料，不到半个月
便将产品推向市场。弟弟却迟疑不决，担心市场竞争激烈，害怕失败后无法填补亏损，于是选择观望。当哥哥一开始遇到销路不畅、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时，弟弟暗自庆幸没贸然行动。然而当哥哥成功打开市场，赚得盆满钵满后，弟弟又后悔不已。最后哥哥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销售网络，而弟弟依旧原地踏步。正如《黑天鹅》中所说，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。想是一回事，做才是答案。6. 控制欲望。曾经看过一段有关延迟满足的说法，让人深感启发。推迟满足感并不是拒绝享乐，而是重新排序人生中的快乐与痛苦。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，再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，这才是长久可行的生活方式。低级的欲望靠放纵，顶级的欲望则需要煎熬。越是成功的人越擅长克制享乐的欲望。当他人沉迷追剧、打游戏时，他们在阅读、关注时事；当他人熬夜参加各种酒会派对时，他们在逼自己学习先进的理财理念。欲望是一种自我设限，你的欲望在哪个层次，财富便在哪个层级。7. 坚持的力量。若一张 0.04 毫米的普通纸张能反复对折64次，最终高度会有多高？很多人认为，一张薄到几乎可忽略不计的纸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10米。然而，如果你真的计算过，便会发现它的高度竟可达到1660020.696公里，而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仅有38.4万公里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拥有复利思维的人，懂得结合当下的努力与未来的增值，做长期而正确的事。例如读书的复利。作家李笑来在新东方当了7年英语老师，每天坚持看书2小时，后来出书开专栏，短短5个月便赚得盆满钵满。又比如健康的复利。硬核大爷张全通自31岁起，每天慢跑2公里，游泳半小时，坚持了49年。如今80岁的他，样貌、身材甚至记忆力都比同龄人年轻。生活中，我们总希望能快速见到成效，最好今天行动，明天就有回报。但没有量的积累，哪来质的飞跃？作家曾以祥说，穷人穷口袋，富人富脑袋，真正可怕的不是口袋空空，而是思想空洞。学会像富人那样思考，养成富人的习惯，才能真正拥有富足的生活。王家卫的电视剧《繁花》中，阿宝向爷叔请教如何在上海闯荡。爷叔指出，男人应该有3个钱包，第一个是你实际拥有的金钱，第二个是你的信用，别人愿意借给你多少钱，第三个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。无论在生意场还是生活中，守住这3个钱包，你就能稳如泰山。每个人活在世上，都难免与金钱打交道。有人视金钱为无用之物，最后却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；有人挥霍无度，早早透支了自己的福报。
人总在经历风雨后才明白，一个人的钱包就是他在社会中的位置。钱包瘪，你便孤立无援；钱包鼓，你便有选择的底气和尊严。多年前，张爱玲曾感叹，我只知道钱的好处，却不知道钱的坏处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，处处受限。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守住自己的钱包，不该花的不花，该省的一定要省。只有这样，在面对生活挑战时，才能有选择的底气；面对刁难时，才能有翻盘的本钱。除了现金，信用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阿宝向耶稣请教合作时，耶稣故意设下了一个考验，让阿宝凑足1万元购买指定股票，2周后于晚上6点在约定地点见面。股票涨了5倍，但耶稣却迟迟不现身。阿宝虽手握巨款，却未动私心，等了整整6小时。耶稣最终现身，认可了阿宝的诚信，两人开始合作。成为宝总后，阿宝在上海滩建立了自己的信誉，对所有跟随自己的人都言出必行。他曾对汪小姐承诺要帮他坐上科长之位，对范总保证3羊牌成功上市，并对林子允诺实现他当老板娘的梦想。宝总从不失信于人，这种口碑吸引了更多投资者与他合作。正如曹德旺所说，人生的每件事都是立式大厦的砖瓦，一块砖若用坏了，随着高度增加，大厦最终难以支撑。第3只钱包是别人眼中的财富，你在外人面前展现出的排场与气度。刚踏入上海商界的宝总，选择住进了和平饭店，这一举动彰显了他的非凡身份，让人对他刮目相看。随后，他经常出入黄河路的高级场合，逐渐建立起大人物的形象。即便遇到3羊牌上市被马老板高房搅局，他也勇敢地单刀赴会，成功化解危机，并让3羊牌成为国产品牌的标杆。宝总的格局不仅在于外在的气派，更在于他做生意的胸襟。他始终愿意分享资讯，争取共赢，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。这种大气的作风让他在商界赢得了稳固的地位，吸引了众多伙伴从各行各业与他携手合作。宝总带朋友一起，从不让朋友吃亏。他不仅是发小淘淘的移动钱包，还给了林子一间夜东京来实现他的梦想。汪小姐创业时，他送上最新款的凯迪拉克。从与他一同白手起家的老蔡，邮票里的胖阿姨，无一不因他的照顾而受益丰厚。为人大气，做事硬气，重视义气，这3点让宝总在上海商界站稳了脚跟，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的传奇。罗伯特·庞德曾说，这个世界是一个2分钟的世界，你有1分钟展示你是谁，剩下1分钟让别人了解你。一个人在外的形象是由自己塑造的，他的气场、行事风格以及待人态度，决定了他能走多远。讲体面强调格局的重要性，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，最终收获的是众人认同的大气场。正如曾仕强教授所言，中国人传统上必谈钱，
却往往从钱中领悟人生智慧。繁花中爷说的3只钱包理论不仅是上海滩商界的经验之谈，更是我们普通人受用的箴言。无论何时，捂紧自己的钱包，守住信用，永远利他，这些都是成就稳定人生的财富思维。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苛刻，当女人谈钱，往往被贴上物质的标签。其实，说女人物质的男人，或许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。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却寸步难行。婚姻建筑在物质基础上，余生是否幸福，与是否有钱密不可分。那些生活幸福、婚姻美满的家庭，通常拥有一定的财富，而那些不断告诫钱不重要的人，多数处在困窘中。到了中年，女人有钱或没钱的生活有明显的差异。杨洋和闺蜜小韩正是两种生活的典型代表。杨洋追求高品质生活，努力工作换来丰厚报酬，让他过得从容不迫，无论旅行还是购物都随心所欲。而小韩则追求爱情，认为真爱能战胜一切困难。结婚后，她成为家庭主妇，起初生活幸福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的丈夫逐渐冷淡，两人关系变得紧张。这让人明白经济独立的重要性，尤其对女人而言。到了中年，有钱的女人往往被视为珍宝，没钱的女人则沦为家庭的免费保姆。贫贱夫妻百事哀并非无稽之谈，缺乏物质基础的婚姻中，争吵常伴左右，即使曾经的甜蜜，也可能随着岁月逐渐消磨殆尽。有钱的女人不依赖男人的金钱，只需要男人的爱。她们懂得富养自己，无论是外貌保养还是生活品味，都体现出优雅自信。女人的年轻美貌并非天生常驻，而是靠持续的保养来维持。只有财务无忧，才能让生活精致多彩。相比之下，没钱的女人总是精打细算，省吃俭用。她们即使遇到心仪的东西，也往往选择放弃。这种克制并非因为买不起，而是为了节省。对她们而言，只有手中握有积蓄，才会感到些许的安全感。有钱的女人，生活里处处透露着自信，她们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，无需为省钱而争执，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，周游世界，见识最美的风景。而没钱的女人，生活充满煎熬，每天为家庭奔波劳累，连一点自信也逐渐被消磨殆尽。男人面对这样的女人，通常少有怜惜，更多的是嫌弃。中年女人，有钱与没钱的生活截然不同。自信是女人最重要的特质，然而没钱的女人往往因为生活的重压而失去自信，活在水深火热中。相反，有钱的女人能拥有充实的阅历与独立的人格，无需向生活妥协。金钱并非一切，但有钱的女人确实拥有更多的选择，活得更加丰盛和精彩。爱情确实是人生中的一抹亮色，为生活增添些许甜蜜，但它并不是必需品。对一个成熟的人来说，爱情是生活的调味剂，而非生活的全部。
人生应该先谋生，再谋爱。无论多么美好的情感，若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，都难以长久。到了中年，如果仍然没有经济基础，生活很可能会充满艰辛与遗憾。相比单纯的爱情，财务稳定，生活无忧往往带来更持久的安全感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经济独立意味着她拥有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充实的自我价值。这份能力让她在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，使她能够选择爱情，而非被迫依赖爱情。拥有足够的金钱和能力，不仅让女人更加从容自信，也让她在感情中更具吸引力。男人往往会更加尊重与珍惜那些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。只有双方能力相当，彼此才会平等相待，这样的感情才能更稳定长久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启发，请给我们点个赞并订阅本频道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随手分享这份正能量，在评论区留言，为自己种下善的种子，未来也将收获美好的果实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愿我们一起拥抱更丰富的人生，终将得偿所愿。